好，欢迎大家来到新看见业务进新和策划面对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思月。那今天呢，非常荣幸的是邀请到了几位策划大佬，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平衡性调整的相关问题啊。那首先要跟大家先预告一下，那今天我们一共会有共创答疑、策划讨论，还有这一个诚意爆料三大环节，干货满满，千万不容错过。那首先呢，就要有请我身边两位首次露脸的两位策划，正式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大家好，我是 Wilson。实际上在 Discord 频道当中可能会有人对我有印象，虽然我在整个频道当中基本一直不说话，一直处于潜水看大家发言的情况。有可能有一部分飞行员对我有印象，是因为在之前的答题活动当中有一个叫 Wilson 的作死飞行员，经常在用奇怪的船只进行奇怪的事情。当然这一次大家也都是见到我是什么样子的了。当然我不是正统系，我正统系是旁边这位。大家好啊，我是 Cloud， 也就是大家经常在社区里面能看到一个非常可爱的狗的头像的那个人啊，我觉得还是挺可爱的，对。然后主要负责的就是舰船呀、属性呀、技能呀、战斗呀这些比较底层的东西，然后也是本次我们待会儿会给大家讲解一下，就是我们平衡性更新的调整的一个思路吧。然后后续大家其实有相关的建议也都可以联系我，谢谢。果然是很有这个大哥的风范啊。那其实呢，对于这一次的出镜呢，看得出我们两位策划大大满脸写着这个心甘情愿，满脸写着期待啊，对不对？这一次出镜是自己主动争取来的吗？那肯定是啊。我们都是自愿的啊，自愿的。刀都架到脖子上了，是不是？那大家都知道呢，在上一周我们是进行了游戏平衡性版本的更新，这也是非常多的飞行员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版本。从测试服到正式上线呢，我们玩家们参与到这个版本共创的热情也非常的高涨。我们的统合库呢就已经收到了很多的反馈，在此呢也要感谢一下所有玩家朋友们积极的参与。当然，其实呢部分的反馈和意见呢，我们已经更新在正式服当中了。不过呢，版本上线它也不意味着一锤定音，毕竟呢平衡性调整也是我们新干线业务进行和永恒的一个话题。那在我们的这一个平衡版本上线之后呢，我们的玩家呢也是提出了一些新的疑问和反馈。那现在我手上呢就已经拿到了很多玩家的一些反馈，当然有可能是一些愤怒的呐喊了，所以两位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了。对，有点慌。接下来呢，我将会扮演我们的玩家飞行员，希望我们两位策划能够正面回应我的一些问题啊。不过也不用太担心，我会手下留情的。第一个问题呢，是我们现在有多数的玩家认为这一次电池削弱的太狠了，所以呢，他们也发出一个灵魂拷问：为什么要这样做？谁来回答？有点难回答，还是我来吧。啊，然后电池呢，它其实现在呢，在于我们的这个装备的受欢迎和不受欢迎排行榜上，它都是老大啊。我们的整个装配就是我们有装配数据嘛，然后飞行员在装配的过程中，其实电池的使用量、使用率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那我们其实本意也不希望说对所有玩家的这个都喜欢的电池去做这么大的一个改动。但是呢，我们也发现，包括也收到很多玩家向我们反馈，电池在整个战斗中，它和这个修理搭配的情况下，它会让整个战斗时长延长的非常多，然后你很难击毁一个跟你实力基本上等同的一个携带了电池和修理的玩家。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整个战斗体验非常拖沓，比较无聊。然后我们也是本着让这个战斗更加爽快的角度，所以我们对电池进行了一个小幅的调整啊，对，很小的调整。其实呢，站在策划的角度呢，我是能够理解的啦。但是，毕竟我今天扮演的是玩家飞行员，尤其是如果是无畏舰玩家的角度的话，削弱之后就没法玩了呀，怎么回应呢？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我们也知道，其实无畏舰嘛，比如说是纳加法级，它的这个修理能力还是特别强的。本次电池调整其实影响最大的就是旗舰级的电池，因为本来其实它就非常的依赖，要远超过什么大中小型的这种电池的依赖，就是无畏舰。那我们其实本次调整了之后呢，纳加法玩家他依然可以说通过额外装一个电池，能够完美的还原原来的战斗套路和策略，这个几乎是没有改变的。当然它的这个因为配装策略改变了所以其他的可能也得相应的一点调整。就是说对它原来的战术影响还是比较小的，它可能在于它的 DPS 的输出，或者说对于敌方舰船的压制以及对护盾立场的压制这种作用会略微有所降低。当然这个也是多方面的，我们也于此调整了其他的舰船和护盾立场。
另外在无位键的这个对于护盾立场以及其他，就是因为它要牺牲一个低槽来装电池嘛，所以说它的输出降低的情况下，我们发现其实无位键的输出降低，它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说槽位少一个，而是说无位键的抗干扰能力，包括一些辅助能力特别差。所以我们其实现在也在加班加点的去做无位键的这些辅助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的电子战抗性。那么无位键它在开启会战模块这种强大的装备之后，其实就自带了一些像炮手啊之类的抗性，那么它以后在整个战斗的过程中会变得非常强大，能够大幅提升他们的这个输出能力。看来这第一个问题就很有分量了，吓出了一身汗，是不是？主要是很难回答无位键，这个是我们游戏其实就电池改动影响最大的，其实就是纳加法等无位键。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问题了，也有部分的玩家认为啊，散热槽削弱的太多了，至少也削了70%的作用了吧？那相对于同类型的防御装备来说，损控性价比低太多了，还不如把直接开启去掉。这样大的一个调整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本身来说，我们在希望散热槽它是一个整个周期内可以提供一个较为平滑的输出曲线，但目前来说，它的主动开启效果过强，而被动效果过弱，所以说我们也做出了，大家可以在正式服当中看到我们做出的调整。实际上，在测试服当中，大家反馈的问题我们都已经看到了，都是十分有价值的反馈。所以实际上大家可以发现，在正式服的数据当中，五题的数据相比较于测试服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而在这些改动的加持下，实际上玩家在使用5题这些装备的时候，它会具有一个较为平滑的输出曲线，在不开启的时候，它会有更高的输出，包括我轮流开启的时候，它的整个周期内的输出曲线会变得更高。这样的话，实际上玩家在使用5题的时候，如果换一种使用方法的话，会有着更高的输出，包括可以更轻松拿到更高赏金的获取。实际上这些来说，我们都是出于减少玩家操作以及增加玩家收益的角度去改正的。好，那接下来就是第3个问题了。也有部分的玩家认为调整之后护盾立场削弱的太厉害了，那这个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还是我先回答吧。这个问题也比较尖锐啊，因为护盾立场同样是现在可以说会战里面护盾立场的使用率是100%啊。然后它那么受欢迎，我们为什么还要动？首先呢，护盾立场在配合电池和遥修啊，也就是远程修理的这个情况下，它能够几乎做到无损。那么在整个1小时甚至2小时的战斗中，整个舰队作战的双方其实就是在有点像打木桩数数字。那这样的话，战斗节奏是非常拖沓，也是很无聊的。那我们本着也是想提高这个战斗的爽快感的这个角度，然后才对护盾立场做出了一定的合理化的调整。毕竟让一艘噩梦级，然后配着几个遥修就能顶着几十个战列，甚至能顶10个无畏，这种就有点太拖沓、太持久了。这个战斗，这不是我们的最初的设计目的。然后关于装甲和护盾这一块，就我们其实也关注到，持续的有很多的玩家跟我们说，哎，你们护盾立场这么强了，你们就砍这么一点嘛？那我们的装甲链接说了这么久，你们怎么就没有加强呢？其实我们也是在思考从最初的设计角度，就是说给护盾立场和装甲链接从不同的战术上面给他们设计不同的玩法。我们并不会直接简单的说给装甲链接加个抗性，让它像护盾立场一样，哎，顶着打就完了，反正差不多嘛，都差不多。我们不是这个思路，我们是想说护盾立场是起一种防护内部，然后敌人可以突破，有这样的一个博弈和攻防战术。然后装甲链接可能在我们本次更新中，其实玩家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它是一种更强调机动性，或者说是有区别于护盾立场的这种，它开启之后会减速嘛，这种站桩的这种就是固定不动的这种舰队的一个战术。当然装甲链接现在其实我们也还在想进一步去优化它，去挖掘更多的战术。总的来说，我们的调整思路是使护盾立场和装甲链接更加符合我们最初的设计目的，然后也符合玩家的这种使用习惯，然后让他们发挥更多的这个有用的地方吧。实际 Cloud 刚才也说了不少，然后我这里也想补充一下，就是我们2个之前在讨论当中会思考一些情况。在护盾立场以及装甲链接模块这2个装备实际上都相当于舰队装备，它们实际上都是具有很强的战术效果的。但实际上在玩家使用这些装备效果的时候，他们并
不会去谨慎的考虑，因为无论是护盾立场模块还是装甲链接模块，玩家在使用的时候都可以肆意的跃迁，跃迁的时候就会自动关闭，而不用去考虑我开这身装备我需要去注意哪些事情，去注意周围敌人的情况，包括我可能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些机动性的变化。这一部分的缺失，实际上也是这些装备之前缺失的地方，所以我们也在这次平衡性改动中，可能大家都注意到，包括诸如装备重启时间，然后开启时无法跃迁这些要素都被添加进来。我们通过这次平衡性调整的话，实际上是希望玩家能够在使用这2类装备的时候，可以更为谨慎，然后提前对接下来的比如1到2分钟内的形势进行一个预判，包括提前思考我在接下来我可能是机动规避为主，还是我需要去站桩去集合火力去打一波输出，这些都是我们希望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改变。与这个有关的其实还有一点啊，当然这个可能就不是说从游戏本身玩法的这个，而是说因为手机嘛，大家也知道这个网络状态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然后在舰队战中，我们刚才说了，护盾立场的使用率可能接近100%。那一旦开启护盾立场，比如说开噩梦级的玩家，他掉线了，那么他在以往的版本中，他会立刻跃迁走，就尝试跃迁走。那其实他剩下的49名队友就直接就全部就交代在了敌人的火力下面。那我们改完之后，他就是说，只要他的护盾不破，哪怕他人掉线了，他其实他的这个护盾还在保护他的49个队友。那这样的话，对于尤其是会战中嘛，这种网络不稳定的状况造成的舰队损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观，这也是改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这些。好，那其实从刚才这个答疑环节看得出，我们的策划在这个平衡性版本当中也是投入了很多的心血，包括像我们的上线前期呢，也是外放了接近10000字的一个说明预告，包括呢也是对于你看地域产出啊，还有机遇这些方面都进行了调整。但是整个的这个调整周期应该是不短啊，所以呢，在这里呢，本着人道主义关怀，想问一下啊，这段时间过得快乐吗？你看我快乐吗？我觉得你挺快乐的。我们挺快乐的。我觉得可能最大的快乐吧，是每天其他同事看着我一脸就这种表情，然后再改装备、改表、改产出，就这么一种表情，改到12点的时候，他们挺快乐的。一人之的悲喜并不相同。确实，我感觉我在 Discord 频道看玩家讨论我们几点了还在工作的时候，我感觉玩家在屏幕后面都特别开心，都在笑。对，我每天晚上其实都能收到很多玩家的问候，一般是国外的有些会中文或者说英文的玩家，因为我可能平时就只用这2种嘛，然后他们对我的问候就是哎呦2点了你还在呢，我还挺开心的，还慰问我。基本就是整个周期基本都在熬夜，对不对？这段时间吧，其实熬夜挺多的，就平衡性嘛，我们改了这么多东西，然后每一个都得去仔细的去思考，去看数据，然后去看每天很多条的反馈，所以是会熬夜会比较多一点。怪不得这个偏眼圈了，这个散毛都遮不住了。那当然呢，也想问一下，在你们遇到一些真的特别抉择两难、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时候啊，这到底会怎么去做最终的一个决定呢？打一架吗？还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怎么可能打架呢？顶多也就策划组内举手表决一下，是吧？举手表决。我们拉个会议室，10几个人在这举手，就是负责的相关的10几个人在这举手，啊。当然，这个举手是一个是初步的讨论。其实我们一般在就是一些创新的设计，或者说具有一些开创性的探讨的天马行空的一些设定的时候，我们会采取这种方式，然后把它作为一个最初的初案，然后去仔细的去考虑它的这个合理性、可行性以及制作的成本、难度啊，对玩家的影响啊这些。但是其实对于绝大部分就这种非创新性的，或者说影响比较大的、更数据向的东西，那我们其实是就像基于一样，我们会全服所有玩家的数据，我们拿过来分析，然后包括人工、机器这些都去分析，再结合我们每天看的无数条以及一些就是我们各大的社区渠道收集到的反馈，我们都会去看，从数据加这种反馈双重的角度，然后再结合就是负责任的这个。不叫负责人，叫负责这个负责相关功能的策划，负责功能的策划，他的这个经验和个人的这个积累的角度，最终会是一个3重的角度去同时去考量一个设定它到底合不合理，影响有多大，然后包括我们改动之前、改动之后，其实都会去进行一个数据的对比，包括反馈的对比。那我们肯定也是说，
尽可能让更多的玩家玩得更爽、更欢乐。我们不会说对玩家都喜欢的一个东西平白无故的就因为它好玩，它太强了我们就砍，这个是不会的。我们会真正从3方面去结合玩家这个去考虑。但其实呢，刚才我也有听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做很多的决定的时候，都是会去结合很多的这个玩家的反馈和意见。那其中呢，一定也不乏有一些负面的评价，所以我觉得就是作为策划，心理的这个抗压能力还有心理素质应该挺强的吧？我觉得还可以，还可以。那如果说面对有大量的负面评价的时候，是怎么去平衡，或者是说自我的一个调整呢？真要说的话，我觉得当时测试服反馈的时候看的就有点发慌，也不至于发慌，就是扎心而已。一边看一边难受，然后一边接下来往后看，然后看完之后还得继续和 Cloud 去讨论哪些要做，哪些不能做。因为实际上来说，无论是负面或者是正面的反馈，玩家们都会有向我们提出这些意见的理由，这些理由都是会影响到。都是和玩家日常的在游戏内的各种行为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也确实需要考虑玩家为什么会提出这些情况，我们的改动是不是过大了，导致玩家日常的行为，包括刷怪啊，包括和别人之间的战斗，因为我们的改动造成巨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虽然有些反馈会看着很难受，但实际上都会，我和 Cloud 以及其他的策划都会去在一边看，然后一边去总结反馈，然后去把可能接下来有问题的点去拿到策划会，包括我们几个人之间一起去花时间讨论，去看怎么做。对，因为这个反馈嘛，就是玩家他可能更从自己的角度，或者说身边朋友的这种体验上的角度。那我们作为设计者来说，除了要从这个角度出发，因为我们其实自己也玩游戏，也都是偷偷摸摸的在游戏里面扮演着一方豪强，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商人都有可能。你很可能你认识的一个朋友就是我们开发组的人，当然我们是不会公开的哈。就是我们其实也是要不但要考虑玩家的体验的角度，而且还要说从更全面的整个宇宙的信息链的影响的角度、数据角度去看这些反馈。很多的玩家他有可能我们没有公开我们的设计目的，他可能不太理解，然后或者说从他的出发点的角度，觉得我们就是说没有完全照顾到他的角度，他提出来了5个问题，我们可能最后只改了其中2个问题，还有3个没改，或者说他提出来了5个问题，最后我们1个都没改，这种情况都是有的。那我们其实看到这些反馈，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去尽可能的去回复玩家。当然就是说这个每天也非常多，量也非常大。然后看到那种负面的时候，我们其实压力也非常大。比如说我们辛辛苦苦半夜改到2点半的时候，正在改一个公式，我们算的很详细的，它到底合不合适，然后影响有多大的时候，忽然玩家一个来了，哎，你这么改动对我来说这个影响太大了，这个很不好，你们做事干什么干的？那赶紧都下岗吧。就类似这样的一个，其实我们就需要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抗压能力。然后这个时候能做的是什么呢？就默默看完，然后有时候甚至就看的太多看麻了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表情，有点想哭的那种感觉，但是还是得坚持改完，要不然的话可能更多的玩家会没有这个比较好的体验。对，看来策划这份工作也不是人人都能胜任的啊，说不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掉眼泪，有没有？差不多吧，就这种有点欲哭无泪或者说很无力的感觉，然后就心会很疲惫，然后头发掉的也比较多啊。像我这个，我现在这个掉的不算非常多，但是我以前可能比它多好几倍的头发，如果对比的话就会掉的非常多。可能是掉的特别多的还没有机会出镜，是吧？但其实怎么说呢？虽然说负面的反馈有很多吧，但是有很多正面的鼓励。对，但是我们看到那些更多的正面的反馈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我的工作受到了玩家的认可，他们对我这个，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问卷评分类似的机制嘛，然后看到了一个比较高的评分的时候，包括很多玩家赞同、感谢的邮件啊、消息这些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会觉得，哎，也挺值的，改就改吧，反正很多玩家成千上万的玩家因为你这个改动，比如说什么街机玩家呀，或者说他的对手呀，或者说基地不能升级啊，什么隐身蹲呀，或者说什么焦土战术呀，什么暴击流啊这种，我们都改了，都优化了之后，其实收到的反馈之后，真正就心里还是有一种比较满足的这种感觉，就我们让很多人变得快乐了、舒服了之后，我们自己是比较满意的。对。
好的，那其实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我们广大的这个玩家飞行员啊，大家在给出一些反馈和意见的时候啊，可以稍微的那么手下留情啊。毕竟我们的策划大佬们真的也是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这个用心在接收大家的一些意见，在做出一些调整，对不对？对。那后面呢，就是说我们平衡性上线了嘛，我们其实也会密切的关注说我们这次改动表现怎么样，到底影响了多少玩家，对整个新一店的这个生态到底有多少影响，并不是说我们直接更新了然后就不管了，就完全不管玩家的体验。其实我们今年主要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主题就是说优化我们以往做过的很多的系统，很多就这种体验不完善的地方，我们都会尽可能让玩家玩的更加快乐呀，然后就是跟朋友之间都更加容易的去交流，然后也希望大家就是说能够在这方面给我们更多的建议，包括自己想要的就是说能够提升自己便利性的呀，或者说玩得更快乐的一些建议啊，我们都会认真去考虑，去认真去看，然后如果合适，我们都会逐步落实到游戏里面。其实我不得不说，不要害怕在 Discord 频道说，就虽然可能不至于去私聊，比如说像 Cloud 的效果，但实际上大多数情况在频道私聊，我们都会就是每天会额外去花时间爬楼，就是类似于去看玩家都会讨论过什么，包括玩家会觉得哪些点比较难受，甚至游戏内还有客服提单，我们都会去看，包括。因为很多情况下，我们都会去收集玩家反馈，去看我们接下来还有哪些地方能够改进的。就像 Cloud 所说的，我们想做的始终是希望玩家好，希望我们好。就像包括玩家的游戏体验，包括很多的日常功能的推进，很多情况下都是我们也是很欢迎玩家们去从各个角度去向我们提建议，包括监督我们的工作。这一部分来说，实际上我觉得玩家在监督策划工作的情况下，玩家们都是一个阵营的。对，所以说在接下来我们也很欢迎玩家去像Cloud，甚至像频道里头，比如说 Last Out， 包括 Milos 去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对。然后这一块其实没有，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游戏嘛，也不能说玩家一味的就提很多建议，我们就完全不管。其实我们真的有列到我们的游戏的修改列表，或者说想修改的列表可能有这么长，但是我们本次平衡性只改了这么长，就是说我们其实很关心，并且接下来都会逐步完善，玩家不要担心。比如说我们很关心的一个扫描的问题，或者说巡洋2的问题，我们其实都有关注，但是它都涉及一个很系统的，因为你影响整个宇宙嘛，你不可能这么简单的做完。然后我们4月平衡性已经是计划类的东西，我们也不可能说，因为我们还想额外去调整、去优化，让玩家玩得更好的这么多的内容去影响我们的计划，所以才本次没有改动。但是我相信只要合理的，它最终都会来的，并不是说我们坚决不改，它就这样，我们不会这样的。所以呢，其实我们所有玩家的这个声音，大家都有听，都有在用心的去听。所以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2位策划，我们的 Wilson 和 Cloud。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诚意爆料环节了。相信呢这个环节也是很多飞行员都很期待的一个环节，所以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策划辛杰和卓越。那2位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大家好，我是策划辛杰，我在游戏里面主要负责新手引导以及一些活动上的设计。大家好，我是卓越，然后也是不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了，非常开心再次见到大家。那这2位呢，也是我能抓到的最喜欢剧透的2位策划了。毕竟是咱们的这个诚意爆料环节，一定是不能有所保留，对不对？我们多多给大家爆料。好，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体验过我们这个新上线的一个活动，我们叫做竹岸新沙。那听说呢，这一个玩法呢，也是我们一次全新的尝试和构想。划分一个全新的区域，让我们的飞行员去探索、杀敌和争夺。其实呢，正如我们多次所说的，我们星战前夜无尽星河呢，其实一直都在努力的去为我们玩家提供更多的内容和玩法，去丰富我们游戏的一个多样性跟可玩度。所以呢，在这里我也想问一下，我们当时是怎么想的去做这样的一个玩法呢？简单来说呢，我当时产生这样一个想法，主要也是因为在这个项目里面待了这么久，然后对未知世界其实一直是有一种向往跟好奇的。然后呢，我们新一店世界其实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世界，然后它其实也有自己的边界。但是呢，在新一店世界之外，是不是也存在着一些未知的星系还没有发现？这个我相信应该是有的。那么
当发现了这种未知的星系之后，新一殿里面的各个势力，他们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反应以及行动？然后呢，我们的克隆人飞行员在里面又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其实都是很值得我们去展开去思考的。然后呢，更进一步的去想，在新一殿这样一片未知的星系里面，是不是上古文明时期也曾经有访客去到访过他们？然后呢，在里面是否是也残留着一些上古时期的一些文明的痕迹？然后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思考下来，然后逐渐就形成了现在的这样一个玩法。这个玩法主要分为安全星系以及危险星系2个场景。然后在安全星系呢，大家是可以在里面采矿、升级空间站以及很简单的 PVE 打怪。然后在危险星系呢，大家是可以采集星系数据，然后进行星系的一种探索。当然，危险星系它肯定是存在危险的。然后这个危险呢，主要可能就是来自其他克隆人飞行员的一种关怀，所以呢，当你去危险星系的时候，一定还是要慎重一些。好，真的是整个这个玩法听起来真的非常有意思啊！所以呢，如果现在还没有体验的玩家，就可以赶紧去试试看了。那其实呢，也想特别问一下星姐，你站在一个策划的角度啊，在咱们的这个玩法当中，有没有哪一些是自己回想起来都觉得特别满意的亮点呢？我个人觉得比较吸引人的，应该就是大家可以开着自己的舰船去参与活动，然后又不用担心真的会被损失掉。然后大家手里一定也有一些珍藏多年的一些大宝贝大宝贝，比如说势力战列，以及一些耗费重金打造的一些无畏航母现在你都可以放心大胆的拿出来跟别的飞行员一起开心的玩耍。当然了，这种开心呢，是谁的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开心就可以了。还可以秀一秀了这个环节。那其实隐隐约约也可以听得出，我们这一次的玩法好像是我们后续一些计划的一个准备和尝试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把这个期待值拉满了，看看我们后面还有哪些新的内容和新的玩法。那其实呢，我也听说我们即将推出一个军团任务系统，好像也是我们一次全新的尝试，在这里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吗？当然可以。就是提到军团系统，可能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MMO 里面经常出现的那个帮派任务啊，或者是工会任务。然后确实在设计目的上面是类似的。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军团任务系统，能够让玩家更好的协作，然后更开心的一起去完成一件事情。然后，但实际上我们的军团任务呢是非常具有特色的。然后我们可以用3个特点来总结一下吧。第一个就是这个任务它不是由不是由系统去发布的，它是由玩家自己去发布的。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任务的完成形式也是高度定制的。它完成的形式有可能是我去到某一个地方就算完成了任务，我有可能是向军团提交了某个物品。交了一点钱保护费之类就完成了任务。然后呢，也有可能是我看到了我的总监发了一条信息，我点已读，那就已经算完成任务了。然后第3个特点呢，就是这个任务的奖励同样也是非常自由的、高度定制的，就是我作为任务的发起人，我可以去说你这个行为完成了之后，我能给你多少 SK 的奖励，我能给你多少军团积分的奖励。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们设置这个推出这一个军团任务的一个目的和初衷是什么呢？其实这个系统它的设计者其实不是我，是另外一位策划。然后因为他目前还在跟进军团那个军团任务的那个工作，还在搬砖，非常遗憾今天没能来到现场。但是我可以带他分享一下这个系统设计的过程嘛，就是一开始它的灵感的起源是因为跟一位资深的军团管理玩家交流当中得到的这个灵感。然后那个玩家说，我管理这个军团太累了，就是所有的事情我都要去顾，然后要去顾打架，要去顾后勤，全部都要管。然后呢，我们是希望做一个系统去降低它的管理成本，然后让它日常的补损呀、发起集结呀，然后还有收集矿物啊这些行为变得更加简单。然后在此之上呢，我们也希望就是军团任务能够为军团的普通成员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参与感跟目标感。就是我一打开军团任务这个界面，我就知道今天我有什么东西可以干了，然后其他的同伴在干什么事情，然后在哪里发生这件事情，我是否要我可以决定我是否要一起参加。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呢，其实军团任务其实是工具性质非常强的。
它如何被使用取决于它的使用者。它有可能让原来很欢乐的军团变得更有凝聚力，更加的欢乐。它也有可能让原来的黑煤窑变得更加的黑。然后，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它到底能为玩家的军团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那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一下，看看我们的玩家到底会用这个工具去创造什么样全新的一些任务啊！我们期待一下。当然呢，也希望我们的玩家不要被黑煤窑给压榨了。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这一次诚意爆料环节里面，我认为比较重磅的一个输出了。因为呢，我们也知道很多飞行员呢也是很关心与工业相关的一些改动。那么刚好呢，我们接下来5月份呢也会推出面向于我们工业玩家的一系列的内容。所以呢，在这里能不能剧透一下？可以啊，就是我们那个工业版本的外放时间，首先是可以确定的，是在5月下旬。对，然后我们外放的内容主要有3大块，然后第一块是新的工业舰船，然后还有新的工业装备，以及相应的工业的平衡性的调整。我们先来说一下那个舰船嘛，因为舰船已经出现在了我们的开发计划里面已经相当长时间了，也不停的有玩家在社区上面去找我们去了解，然后我们终于可以定一下它的细节是什么了。然后我们这次一共有3艘船外放，然后第一艘是长须荆棘，是一艘工业旗舰，然后它是游戏内第一艘可以用采矿无人机的舰船。然后同时它具备2个工作模式，第一个模式是高效采集模式，就是我自己挖的贼欢，挖的贼快。然后另外一个模式呢，就是相当于它可以辅助它的矿队的朋友，就相当于我去让大家挖得更快，然后让自己也就没有挖得那么快了，就2个模式。然后怎么样在这2个模式之间进行一个切换呢？就是使用一个我们新的装备，叫工业旗舰工业核心，是一个装备啊，不是纳米核心，是一个装备，然后去完成这个切换。然后第2艘舰船是逆戟荆棘啊，对，它是一艘比较全能的舰船，也兴许有一点点的平庸，但是呢，它是比较全能的，它可以自己挖得很快的同时，也能够一定程度的提高周围的队友挖矿的效率。然后第3艘舰船是我们的专精打捞的舰船，叫黑夜级，然后它是我们游戏当中目前唯一一个对自动打捞器有加成的舰船。对，应该对大家来说还是非常有帮助的这个舰船。这个剧透很给力啊。那欣姐呢？欣姐也很喜欢剧透的呀。我这边主要就是一些还在设计中，或者说是还在想的阶段，还没有落实到实际。然后呢，主要就是针对新的工业舰船以及工业装备可能带来的影响，然后对现有的工业上下游的一些系统进行的一些调整，我们就称为工业平衡性调整吧。然后呢，在这个调整里面，我们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帮助那些工业人群改善，保证他们的游戏体验，就避免说是大家的采矿效率已经提上来了，但是呢没有矿给他们采，这就比较尴尬。所以呢，我们还是主要在这方面会进行一些调整。然后目前的一个思路大概就是提升一些单星系的矿带数量，以及提升单个矿带的一个矿量，然后提升一下聚合矿的刷新概率，然后再降低一下蓝井的一个刷新 CD。当然这些都是在设想中，然后具体怎么样落实，就还是请大家以公告为准。公告为准。但其实这个剧透我觉得已经很有内容了，听下来就有一种理想照进现实的感觉，尤其是大家期待了这么久的那个内容呢，这真的要推出了，所以呢，在5月下旬真的可以好好的来关注一下了。那其实呢，刚才欣姐也提到还有很多的是我们的这个设想还有在开发的东西嘛，对不对？那也能不能再多剧透一点，就是我们下半年咱们的游戏里面又有哪些可以期待的内容呢？可以剧透吗？可以，都已经这样了，都做上来了。主要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即将开发完成的一个 MMOS 的一个科研联动内容。在这个内容里面呢，我们已经定档了，大概是在7月份可以上线。然后呢，大家在游戏里可以通过一些实际的一些分析和操作，然后帮助大学去进行一个蛋白质研究的一个科研联动内容。然后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游戏里面为我们的科研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是。那下半年我们的一个开发重点会主要是在哪些方面呢？如果是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可以说我们下半年的重点肯定是我们的周年庆嘛，就是在8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个周年庆的版本。
然后在这个版本里面会有一些比较新的内容，大家可以玩到新的玩法、新的系统。然后我们也是为此准备了比较长的时间啊，有一部分可能从去年底就已经开始准备了。然后，但是呢，同样的这个版本还会有一些活动的内容，然后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就没了吗？能不能再多透露一点呢？因为据我所知，2位是比较爱剧透的，怎么到了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一点就戛然而止了呢？因为有人。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虽然有很多已经定档的内容啊，但是因为还待完善的东西还是很多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一些东西还在新建文件夹的阶段，说不定啊所以也不方便透露太多，但是呢能够保证内容一定好玩，然后优惠就是推广的力度也会非常的好。好吧，我已经尽力了啊，只能挖到这么多这个宝藏干货了啊。那我们其实呢，非常感谢我们2位策划同学，其实在这个诚意爆料环节里面还是很有诚意的了，基本把我们很多玩家关心的内容呢都给大家提前了进行一个这个介绍了哈。那也非常感谢欣杰和卓越。好的，谢谢我们的各位策划同学。那今天短短的时间里面我们已经挖掘出了我们策划同学们很多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啊。当然呢，我们也是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各位策划呢，真的是有去关注我们所有玩家的需求，去进行改进，并且去开发更多值得大家期待的内容。所以呢，我们希望下次再见的时候，大家这个发量不改，帅气依旧，保持住。好，那我们也希望呢，大家可以继续的支持我们星战前夜无尽星河。对于我们策划们的一个建议啊，也希望大家可以下手轻一点了。那当然呢，对于我们这个游戏的一些意见和反馈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的下方评论区呢写出来，我们的统合部呢也会去收集大家所有的这个意见。那我们也期待下次再见了，拜拜。